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西本朱希女士所著的《女性50岁开始的力量训练入门》这本书。说到50多岁女性最常见的烦恼，大概就是因更年期带来的身体变化吧。以更年期为分界点，许多人都会出现更年期障碍、荷尔蒙失调，各种不适接踵而来。不过，女性在必经之后，也被称为第二人生的开始。而在这个阶段，我尤其想推荐大家一定要进行力量训练。本书作者是一位私人教练，即便现在已经接近50岁后半段，也依然每天坚持训练。许多女性会以为力量训练是男性做的事，但作者却强调，越是50岁以后的女性，越应该开始进行力量训练。甚至可以说，50岁以后，力量训练的效果反而更容易从外表上看出来。50多岁是容易失去自信的时期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出现各种变化，人也容易失去自信。但力量训练不仅能让身体恢复健康，也能让心态变得更加积极。本书正是一本极为难得、专门写给50岁以上女性的力量训练指南。看完这支影片，50岁以上女性需要了解的力量训练基础就能全都掌握。内容堪比付费课程的高质量信息，希望大家务必看到最后。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50岁以上的女性每周只练2次力量训练会发生惊人的变化；第二，如果不知道这些就去训练，可能导致关节受伤，甚至再也走不了路；第三，即使到了60岁仍然充满年轻活力的女性，都在做这种力量训练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50岁以上的女性每周只做2次力量训练，会发生惊人的变化。50岁以后，力量训练的第一个好处，女性更容易看到训练效果。年轻时代谢快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代谢逐渐下降，能量消耗变少，自然更容易堆积脂肪。许多人因此认为年纪大了更难减脂，但如果考虑女性荷尔蒙的影响，事实正好相反。女性身体极受女性荷尔蒙影响，负责帮助母亲角色的女性荷尔蒙会把脂肪减少视为危险信号，因此会减少能量消耗，增加细胞中的含水量，来尽力阻止脂肪减少。也因为如此，年轻时就算做了力量训练，效果也往往不明显，还会因为体内含水量多，让体型变化更难看出来。但随着进入更年期，女性荷尔蒙的影响减弱，力量训练的效果反而更容易在外观上体现出来。因此，许多女性在50岁以后更能享受力量训练带来的变化。很多原本觉得长肌肉会很难看的女性，开始看到身体变化后，就会更想变强，举更重的重量，拥有更美的体态。这种内心的年轻化也会带动身体变得更年轻。第二个好处，不会变成肌肉女，而是紧致的身体。不少女性因为不想变得很肌肉而不敢训练，但请放心，女性就算拼命练，也不会像男性那样变得肌肉隆起，这是荷尔蒙机制决定的。反而，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含水量下降，皮肤会更容易松弛。如果只想着减重不增肌，会让皮肤更松。相反的，力量训练能让身体更加紧致，线条更有弹性，兼具纤细与紧致的美丽身形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好处，50岁开始做力量训练，不仅能增强肌肉，还能让骨骼与关节变得更强韧。众所周知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肌力会自然下降。据说这种肌力下降在青年期之后就逐渐开始了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几乎没有运动习惯，到了50岁左右，这种影响就会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中出现。而且，原本肌肉量就比男性少的女性，相比男性更容易在年纪增长后出现因肌力下降带来的各种问题。尤其对女性来说，更年期后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骨骼中的钙大量流失，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，无法避免。当然，多吃小鱼干等含钙食物，维持骨骼健康非常重要。但既然无法阻止骨骼老化，
那么打造保护骨头的盔甲，也就是增加肌肉，就变得格外关键。实际上，有研究明确指出，肌肉量越多的女性，骨折风险越低。因此，为了保护骨骼、延长健康寿命，力量训练必不可少。此外，肌力下降还会导致关节疼痛。50岁以上女性最常见的就是膝盖痛。事实上，与其贴膏药、吃止痛药，不如做深蹲，训练膝盖周围的大腿四头肌，这样更快缓解膝痛。肌肉流失后，保护关节的支撑也随之减少。而强化下半身肌肉后，肌肉就像护具一样支撑膝关节，从而减少疼痛。此外，力量训练还能直接刺激骨骼，提高骨密度。为了保持骨骼强韧，关键是给予骨骼纵向压力。举重一类的重量训练，就是对腿骨、脊椎等最有效的刺激。接下来是50岁开始力量训练的第4个好处是，不仅身体变年轻，连心理都会一起变年轻。大约在50岁前后进入更年期后，身体变化之外，心理也会受到影响，健康焦虑、情绪不稳都会出现。有些人甚至不愿出门，久而久之导致肌力与骨密度下降。如果肌力下降，骨密度降低，就会让膝关节承受更大压力，引发膝痛，使人更加不愿外出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，加速身体衰退。本书作者作为专业教练，也坦言自己在更年期时遭遇过心理困扰。对于一直努力保持健康的他来说，更年期导致的身体变化完全在意料之外。他变得悲观，工作以外几乎都待在家里。但如果在本就容易失去生活节奏的时期，进一步放弃运动，会发生什么？更年期症状会恶化，甚至引发其他生活习惯病。正因如此，在更年期容易封闭自己的阶段，更要主动训练身体，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。当你训练时，会在镜子前看到认真努力的自己，那会让人振奋，觉得自己是积极、帅气、值得骄傲的人。通过持续训练看到身体改善，会让人更能肯定自己。力量训练的结果很快就能反映在外表上。在最容易感到衰老的时期，通过自身努力让身体进步，这会成为克服更年期的重要力量。作者说，肌力可以确实弥补年龄带来的不足，而提升肌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力量训练。由此可见，力量训练不只是让肌肉增强，还能让外表变年轻，把负面情绪转为正向情绪。我自己也一样，常常在心情低落时去训练或者散步。一旦专注力量训练，结束后心情会变得开朗，负面情绪似乎都消失了。所以真心推荐大家，心情不好时，不妨先去做做力量训练。50岁开始做力量训练的第5个好处是饮食习惯会自然变好。力量训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就是会让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饮食。当你开始力量训练后，能举起的重量会逐渐增加，体型也会出现可见的变化。尤其是在训练开始后的头几年，这些变化最明显。因此，那段时间的训练也会让人觉得最有成就感、最有乐趣。而当训练让外形变得更好时，人就会产生想让身体变得更好的欲望，于是会自然开始重视饮食。仅仅是体检被指出肝功能不佳，大多数人很难因此改变饮食习惯。即使医生提醒照这样下去，将来可能得生活习惯病。如果现在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，人们通常也不会有动力去改变。但如果你正在进行力量训练，就能以积极的心态提升改善饮食的动力。实际情况是，许多有在健身训练的年轻男性都会自觉吃得很健康，例如水煮蛋、花椰菜等。肌肉训练也会让人开始重视睡眠品质。同样的，50岁的女性只要开始力量训练，也会逐渐改善饮食内容，让自己越来越健康。通过这样的改变，不但能预防生活习惯病，有时甚至能降低癌症风险，让未来的健康寿命
大幅延长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将以如果不知道这些就去训练，可能导致关节受伤，甚至再也走不了路为主题，继续为大家进行讲解。最近力量训练非常流行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私人教练这个词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力量训练在家里拿个哑铃就能做了，还需要什么教练？但事实上，力量训练的效果取决于是否有一位懂行的教练指导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因为如果姿势不正确，不但没有效果，还可能造成受伤的风险。本书作者指出，在开始力量训练之前，有3个必须掌握的基础原则：注意训练姿势，明确训练目标肌肉，并遵循正确的动作原则，让全身肌肉均衡地得到锻炼。为了能在年纪增长后依然安全高效地持续训练，在以上3点的基础上，还需要注意另外3个关键点：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，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训练时间与频率，学会不让关节承受过多负担的动作方式。这些都是避免过度训练导致的倦怠或用力过猛造成受伤的重要要点。特别是女性在刚刚进入更年期后，很容易误以为自己还能像年轻时一样活动，但身体实际上跟不上，因而更容易受伤。因此必须记住，训练菜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绝不能勉强。因此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将介绍一些不依赖教练，在家中也能安全进行训练的基础知识。姿势是力量训练最重要的基础，无论你做哪一种训练，姿势都是一切的起点。这里以拉绳训练背部为例进行说明。即使你平时只做哑铃或徒手训练，姿势的原则完全相同，所以请务必听一听。为了提高训练效果，良好姿势的3个重点如下：肩胛骨的定位，骨盆前后倾的运用，骨盆左右倾斜的控制，这些都可以通过椅子或墙来练习。以下依序说明。1、肩胛骨的正确设定，防止受伤的核心姿势。所谓肩胛骨的设定，是指抬起胸口，提升胃窝，收紧肋骨，让肩膀向下沉，这是避免受伤的基本力量训练姿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弯腰、圆背、脖子前伸，因此更需要通过练习调整姿势。你可以在家里靠墙练习，背对墙站立，脚跟、臀部、背部、后脑勺贴墙。若难以站稳，可将脚跟离墙约10厘米。吸气时抬起胸口，呼气时保持胸部不下降，同时收紧肋骨。最后，将腋下向地板方向压，使肩膀自然下沉。这就是肩胛骨正确设定的姿势。请重复练习，让身体记住这个不容易受伤的基础姿势。2、骨盆的前倾与后倾坐着即可练习。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开始练习。骨盆前倾，把腰往后推，使腰与椅背之间形成一个拱桥，骨盆会上方前倾，就像挺胸的状态。骨盆后倾，上侧骨盆靠向椅背，腰会变圆，背部像弯起来一样。反复体验这2种动作后，寻找2者之间的中间位置。训练时的理想姿势，就是腰与椅背之间能刚好容纳1根手指的缝隙，肋骨向内收紧。刚开始可能不习惯，但可以在日常坐公交、地铁时随时练习。3、骨盆左右的控制，改善无意识的姿势偏差。大部分人的骨盆左右习惯性不平衡，会造成肌肉偏侧发达或腰痛。坐在椅子上练习，身体坐在椅子前段，双手抓住骨盆上沿，身体重量压在右侧臀部，头位于右臀正上方，再换到左侧臀部。重复数次后，让左右重量平均。此时请检查2侧骨盆是否处于同一高度，双膝是否前后不一致。接着，将前后倾斜与左右倾斜结合，就能做到骨盆在360度范围内都能保持稳定、垂直、正位。这就是理想的训练姿势。良好姿势的效果不仅在训练中发挥，也影响日常生活。长期保持正确姿势，可以自然挺拔背部，
减轻肩颈僵硬、腰痛，促进体内激素分泌，让心情更积极，改善呼吸深度，提升体内氧气利用率，让细胞更有活力，促进全身年轻化。因此，不仅在训练时，日常生活中也请尽量保持良好姿势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我们将以即使到了60岁仍然充满年轻活力的女性都在做这种力量训练为主题进行讲解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种在家里只要有哑铃就能做的方法。如果没有哑铃，500毫升的塑料瓶也可以。所以希望大家能一边看这个视频，一边在家尝试练习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训练，是50岁女性最适合的最强力量训练。通过锻炼三角肌来预防50肩的侧平举。所谓侧平举，就是通过将哑铃向身体两侧抬起的方法来锻炼肩部肌肉。首先，站直，按照之前介绍的肩胛骨定位，收下巴，调整好良好的姿势。握哑铃时，让中指到小指挂住哑铃，拇指只需轻轻放置，不要用力握紧。哑铃的位置略微在大腿正横的前方。此时双脚与肩同宽，保持重心稳定，收紧臀部，抬高骨盆，然后从这个姿势开始，双臂慢慢向两侧抬起。此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耸肩或收肩胛骨，肩膀要保持放松，只用肩部肌肉将手臂抬起，手腕保持不扭转，手背始终朝向天花板，肘部可以轻微弯曲，但手臂不是完全水平，而是稍微向身体前方抬约30度，保持肩上突出的部位始终朝向天花板。当双臂抬到与地面水平后，再慢慢放下。在这个侧平举训练中，初学者可以使用2000克的哑铃，目标是做12次。如果2000克的哑铃太重导致姿势崩坏，也可以先不拿哑铃，练习动作姿势。不拿哑铃时，手臂轻微弯曲，肩膀不耸起，将手臂抬到肩高。此时可以想象在手背和前臂上放一个球或鸡蛋，要保持不掉落，这个就是终点姿势。然后沿同样轨迹将手臂放下。很多人虽然不拿重量时可以做出正确姿势，但一握上重量就会耸肩或收肩胛骨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可以先拿500毫升的塑料瓶，慢慢增加重量。侧平举主要锻炼的是三角肌，如果姿势错误，会让斜方肌参与，三角肌就锻炼不到。一定要注意姿势，慢慢认真的练习。侧平举不仅能让肩部有肌肉，还能预防令人痛苦的50肩。如果肩关节僵硬、肩膀无法抬高的人，建议在训练前先进行肩部拉伸。总的来说，50岁以后开始力量训练，不仅能让身体变得更健康、紧致、有力量，还能带来心理上的积极变化，让你更自信、更年轻。无论你之前有没有锻炼习惯，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注意姿势，并坚持练习，你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，就勇敢迈出第一步，把力量训练融入日常生活，让自己在第二人生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与自信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